嘛，爱记起赞购、起订阅，请刷介绍给你所有的朋友哦。大家好，我是美食说的芊芊。今天我来拍一个我自己还蛮想要拍的一个主题，分享我自己在台北只要经过，我就会特别去吃的几间面线店。但因为我是大肠派，所以呢，我挑的面线都是一定要大肠非常好吃。然后首先呢，我们第一家来到了这间黄金面线，但是我今天第一次来到店面，我不知道原来它排队排得这么夸张。哎呀，我们就来吃看吧。点了这么久，终于来吃店里面了，好兴奋啊！你看这个，哎，我点的呢是它的大碗综合的，但其实我平常都是点它的大肠面线。它的面线是那种粗细跟长短比较不一的那一种，就是手工面线。我之所以爱他们家，就是因为他们家大肠是大肠头。我要冷静哦，我今天不能第一间就这么失控。然后它的鹅啊，平常其实我不太会点，因为它就是裹粉之外就是比较小颗一点点。然后我们先吃一下什么都不加的，非常好吃。它什么都不加的时候，咸甜度就刚刚好，有那种骨香，而且它面线是带有一点点 Q 弹的。不过我个人推荐大家来，还是尽量点有料面线，因为我之前点过它清面线，我觉得味道稍微清淡一点点。不过你点纯大肠的时候，它那个整个面线的汤头就会有那种大肠的香味，超棒。然后我个人喜欢加的呢，就是蒜泥，我加少一点好，我怕我等一下拍下去之后，如果遇到观众就芊芊。然后它的辣呢有生辣椒跟辣油，我比较喜欢它的辣油，辣油我觉得比生辣椒稍微辣一点点。然后乌醋我会这样绕一圈，我是醋派的。大家吃面线不知道都是怎么加你的料的嘞？哇，这样拉开之后，我给大家看一下它的大肠头，它是大肠头，然后剪成片状的。它的大肠头跟它的肉丁都是有卤过的，所以你吃起来的味道非常的香。然后鹅啊的话，我觉得就中规中矩，所以大家来的话，我觉得可以点它的大肠加它的肉丁，而且它的勾芡呢不会到很芡，然后它的浓稠度是刚刚好那种类型。不知道大家面线是喜欢哪一派的？有那种大骨浓郁，又喜欢比较偏甜的柴鱼的那种味道。我好像是比较喜欢那种咸口不要太甜的。大肠头很香，很香，完全没有那个内脏的味道，而且它的大肠头卤的超嫩，它那个油脂香跟它的卤的味道刚刚好。吃完了，下一间。来，我们现在来到我们的第二间面线传奇。接下来的这一间呢叫面线传奇，这一间我其实超级久没有吃它，因为以前舞蹈课在这附近的时候，我也是几乎每周都会过来吃。然后它呢也是这种粗细长短不一的这种面线的形式，勾芡的稠度也是比较刚好那种类型的。今天也是点综合，就是大肠、肉丁，然后跟它的鹅啊。但我以前平常都是点纯鹅啊，然后加辣。哇，很多人说黄金面线跟面线传奇的味道很像，其实我觉得完全是不一样的风格。它这个的话，味道比黄金面线稍微淡一点点，然后尾韵还有多一点点甜味，所以要看你个人比较喜欢吃哪一种类型的。哇，它尾韵的甜味会比较明显。然后呢，接下来就要来加我个人喜欢的蒜泥2匙。我今天嘴巴弄得很臭，我希望大家遇到我的人都不要跟我讲话。然后还有辣油，它的辣油很辣，大家不要加太多。我现在在凭着我2、3年前的印象。接下来呢是乌醋，我自己喜欢这样淋一圈，搅拌。
好好吃。它的大肠也是用大肠头的类型，但黄金面线的大肠头卤的味道会稍微重一点点，然后它这个味道是稍微再轻一点点。不过我以前对它的蚵仔的印象是跟黄金差不多，不过现在吃起来它的蚵仔的大小其实有比黄金稍微再大一点点，更鲜一点。不过一样都是外面有粉的那一种类型。它的肉丁也比刚刚的黄金面线再淡一点点，就是它腌制的味道也比较没有那么重，就是整体而言都淡一点。就是你什么都不加的时候，很像那种早期吃的那种面线的那种味道，然后也是好吃。不过就看你个人比较喜欢哪种风格。它比较文质彬彬。文质彬彬。刚刚那间比较豪放。吃完了。这店整体而言，我个人也蛮喜欢的。如果你之前吃过黄金面线，喜欢味道太重，可以来试试看这一间。但是我今天你知道会选中牌的都是我个人很喜欢的，我没有办法好好的跟你们说我最喜欢哪一间，因为我都爱，好不好？厉害的钱，我们呢出来拍外景的时候呢，我本人追求的就是，我会希望我们离开的时候桌上是干净空的。吃完了。我跟你讲，你们就是需要有我这种类型的朋友，有吃不完的时候，我就会负责把它吃完。好，我们现在呢，战斗力只剩下我了。我们现在要来去吃阿川面线，它在宁夏夜市的旁边。谢谢哇！来哦，阿川面线，来各位爱吃蚵仔的，你一定要来这一间，因为这间的蚵仔超级大个，是不是很夸张？稍微拉一下，它的面线呢比较粗的那种类型的面线，然后稠度是比刚刚那几间还要再高一点点的。我本身是大肠派，可是它的蚵仔真的是太让我觉得哇哦了。然后这间其实也有卖大肠，我个人喜欢吃软嫩派的，所以我今天就是主攻它的蚵仔。哇，目前吃到的第3间比起来，它的味道也是很不一样。它是属于那种味道是比较清爽派，然后稍微带一点甜味，可是又没有到很甜很重的那一种。因为我很怕有些面线的甜味太重，它对我来说就是刚刚好的甜，再配上它的壳，哎呀，蚵仔米线，然后这个蚵仔汤，啊旁边再点一下那个我很喜欢的泰奶，点它的那个芒果糯米，然后一整套完美。有些人可能不喜欢蚵仔外面有果粉，可是它的那种果粉其实非常的薄，不会让你觉得有鼻涕的感觉，鲜度就非常的刚好。然后呢，我自己就会首先先1匙，通常我吃这一件的时候味道不会加到太重，因为我很喜欢那个蚵仔吃下去的时候那个鲜味炸开的那种感觉，所以我都会只加一点点，然后再一点点辣提味道的那种 feel。大家还记得我在哪一支影片有出现过阿川吗？来给大家3秒思考一下，1、2、3。嘿，米亚 K 小众那一只宁夏夜市的。啊，拍谁啦？安尼谢谢呢。还有，既然我刚刚讲蚵仔汤，老板娘就刚好招待了一个蚵仔汤，就顺便跟大家分享一下，它的蚵仔汤真的赞。你看这个。它是非常简单的调味，然后加上你像姜丝、9层塔，你在喝的时候哇，赞到不行。这里是哪里？东石吗？有壳。通常这种在小吃店比较少见，你一定要就是去海产摊点会比较有，然后通常鲜味也不一定会很够，可是他们的鲜味就非常的够。我跟你讲，我们现在是什么，你知道吗？我们现在是鱼，我们在吃鹅，鱼吃鹅，好像不太对。哇，这个哈，如果再配个啤酒，哦。开个空镜回来玩，是不是喝完？嗯，开玩笑，这速度就美。吃完了。爱蚵仔米线的绝对不要错过阿川蚵仔汤面线是最好的一个 combo。吃完之后呢，在旁边太赞了，再买一个芒果糯米，刚刚好。然后我们现在要前进我们的下一家同心大肠面线。同心的话，它有大肠面线跟它的臭豆腐都还蛮有名的。然后因为我之前住那附近，所以呢，我以前住那附近的时候，我也是每周都吃。我跟大家说，今天吼，你们就会发现，我会一直跟你们说每周都吃，是因为这些店家之前都在就是我住的地方附近，
然后呢，我就会很常默默的跑去买，这就是我为什么会知道这些店的原因。这一间呢是同心大肠面线。我上一次呢在那个罗 PD 那一集的时候讲错店了，但其实我个人最喜欢的是这一间。它的话就是有大肠、鹅啊跟肉丁，然后它的大肠呢，它是今天我唯一特别推荐的大肠，里面不是大肠头的，可是它的大肠卤的非常的入味又软烂。你不需要加任何东西，它就很够味，蒜味超浓超香。然后它是属于今天味道算是比较重一点点的，可是我就是很喜欢那种感觉。它的大肠卤的超级香，而且非常的软嫩。如果你本身是爱大肠面线，然后特爱那种大肠很软嫩的，一定要试一下它。谢谢。晚上来吃这家，一定要点它的臭豆腐。这家我真的拍过它，应该算2次。那一次拍臭豆腐特辑的时候，就有特别来拍这一家，他们家的臭豆腐超好吃。外面非常的酥脆，然后里面的丸状的口感非常的嫩又香。哇！我除了之前住这附近之外，我的牙医师也是在这附近，每半年回来洗牙的时候呢，就会来买。但是我现在才发现，原来他们现在开了一间新的2店呢，因为他们其实本店这间的位置比较小一点点，所以他们现在开了2店。我现在也还没去过，然后下次好像再去2店坐坐看，应该会坐起来更舒服。这间呢，我会推荐。我今天是点综合想要拍给大家看，但我个人最喜欢的是纯大肠面线，再加一份臭豆腐。然后它的这种臭豆腐是温香臭的那一种类型。你如果怕那种臭豆腐会刮嘴巴，你不用担心，它不会。给大家听的酥脆的声音。那个酱料也很好的，那个蒜蓉好蒜，这一整间就是一种各种蒜，超棒。吃完了，谢谢老板，帅，谢谢，拜拜，拜拜。我觉得它就是蒜味算比较重的，然后整体的味道的厚度也比刚刚的那几间味道再重一点点。然后如果你本身非常的喜欢吃大肠的话，也可以来试一下同心的那个大肠，即使不是大肠头的部位，它还是卤得很透很软嫩。因为其实我非常的怕那种要咬很久，有点像橡皮筋的大肠。不过有些人喜欢那种口感，所以我今天介绍的都是纯粹就是我个人喜好的那种大肠的口感。然后呢，他们家就一定要点它的臭豆腐，而且我觉得最感动的一件事情就是本身喜欢的臭豆腐是厚切，结果我发现老板居然记得，我想，流下一滴感动的泪水。接下来我们的最后一间，这间是乐业面线，然后我点它的综合的，它也是那种粗细比较不易的面线体。先来喝一口，而且我觉得非常的幸运，因为我之前来啊，人都蛮多的。哇，这间我觉得整体的味道跟黄金面线有一点点像，然后它的蒜味会再重一点点。然后你有发现吗？它的流动。它是今天这几天吃下来，它的勾芡感是最少的，所以会让我再水感一点，可是还是有那种滑顺的感觉。然后我最喜欢的乐业面线最重要的一个点是因为它的辣椒1匙，但它的蒜泥是比较像是生蒜泥的那种感觉。不知道是不是到最后一间，然后今天从头到尾都吃面线。我刚刚移动的时候呢，睡着了，血糖升太高。然后我们吃完在车上的时候在铺薄荷油，因为也是太困了。它的鹅它其实也蛮大块的，因为我之前来我也是只有点他们的大肠跟它的肉，我其实很少点它的鹅啊。哇，
辣油香，然后是厚实的香味，所以你一加进去之后，那个整个味道就会喷发。它的大肠也是那种大肠头，吃起来入的很入味。它的生蒜感特别明显，所以那个爽度特别高。可如果有些人不喜欢那种太酸辣的话，可能就会稍微有点不太适合。其实我觉得以风格来说，乐业传奇跟黄金的感觉有点像。卤大肠头啊，我觉得乐业跟黄金都是我喜欢的类型，因为都是有卤过，然后很入味、比较重的那一种。而且它这个里面有加那个笋，所以它都有增加那个笋的那种口感在里面。吃完了，今天的最后一间。吃完乐业面线，我只能如我印象中还是非常的好吃。然后呢，我想起来我那时候会对它特别惊艳，其中一个点就是我那时候不是说它辣很好吃嘛，但我刚发现它还有一个生辣椒。不过我刚刚桌上只有辣油，就只有加辣油，难怪我觉得奇怪。我记得好像之前再更辣一点。但总之呢，我觉得乐业面线的口味也是算重的那一种类型。但我觉得它有一个优点是，如果你本身是重口味，可是你又怕太重的话，它的大肠腌的非常的入味，辣根它就是卤的比较没有那么重口味，所以融合起来你就不会觉得就是一直都很重口味的感觉。然后再来的话，是它的蒜头是属于生蒜感比较重的，就是味道比较臭、比较辣的那种类型。所以有兴趣真的可以来吃吃看。然后这几天下来呢，我只能说我没有办法跟大家好好推荐说哪一间就是一定要吃，因为这几间其实都是我习惯的面线的味道。不知道大家看下来有最想要吃哪一间吗？或者是你有其他几间想要推荐我的也可以。现在应该要上一个效果姿势，这样飘，你知道吗？口腔里面整个就是辣辣的那种大蒜刺激的感觉。非常感谢大家看我影片，就先这样，拜拜。我刚刚还在隔壁买了乐业的包子，等一下回去要吃了，换个口味，赞。来，你第一次吃这间吗？我是老板娘。哦，你是老板娘拍谁？拍谁啦？老板过来说可以一起合照吗？我想说，应该也是客人吧，可以回家了。